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现在为各位讲解这一篇的 RC 阅读。好，这篇文章呢，你可以看到文章主要分成4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在讲说，作者认为今天的企业不应该是以控制员工为主，而忽略了学习。好，所以这边第一个就马上点出来作者的态度。你看到 unfortunately 这个字，就点出了作者的负态度。好，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下一段你可以注意到是 ironically 这个字。好，当你发现这种有强烈的情绪用字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像刚刚的 unfortunately 跟 ironically 都有可能会指向是什么作用题，或者是所谓的就是细节态度题。OK 好，所以这边持续了一个负态度。好，所以这2段主要第一段是讲作者认为现在企业不应该要以控制员工为主，然后呢怎么样？好，没有去鼓励员工学习。然后接下来说什么？接下来说其实公司如果要高效的话，重点是在于让员工好学习的高效。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作者是怎么样拉出他自己的论点？所以第一段是对传统的批评，第2段是作者拉出他自己的想法。接下来作者进一步讲他自己的想法，那这边提出的是什么？提出的是建议。所以你看到绿色这个地方，主要都是作者提出的建议。他有什么？他说今天公司应该要怎么样呢？好，改变领导风格，从原本的一人专制，一人个人风格强烈的那种领导风格，改成什么？改成上司让员工主动去学习，主动去分享资讯，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说什么？说今天如果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怎么样呢？好，我们就可以让员工学习新技能，并且怎么样呢？让他们自己的那个就是可以适应的环境，可以适应的广度提升，这样子。OK 好，来，这整篇文章如果按架构来解析的话，就是什么？作者一开始对过去的企业表示了负态度，说你们不应该只着重表现，不注重学习，因为如果你们要表现的话，其实那学习的好才是表现的根本。这样要进一步怎么样呢？从前面的负态度之后转为自己的建议，说今天企业应该要改变领导风格，从原本的一人独断的方式改成大家一起集思广益，一起共同学习的方式，最后再下一个总结，这样子。好，那这里面有几个地方要特别小心，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态度严重的词，有情绪的字，你必须要特别读慢一点，那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作者表达自己想法的中心句。还有就是什么？文章里面当出现比较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传统的观点跟现在的想法，传统的领导跟现在领导出现比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可能会考什么相同相异的题目，以及文章最后如果出现总结段的时候，就是当最后出现 conclusion 来把整个文章做收尾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可能会考什么何者为正，就是换句话说，或者是什么考主旨题。 OK 好，所以简单来说，一篇文章我们在看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哪些地方是可能会考的高频关键点，包括语气严重的地方，包括文章里明显表对比的地方，以及包括作者来收总结的地方，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题目的时候，我们不会针对每一个选项都讲，我们会特别去讲混淆选项，以及如果你选到这些混淆选项，你可能是哪些东西没有想清楚，这样子。好，首先第一题你可以看到，这一题我们发现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traditional corporate leaders differ from leaders in learning organization in that the former。 好，这个地方其实这一题算是简单的题目，为什么？因为今天你只要定位到这一个段落，你只要定位到这个随便表出题的段落，就发现它是一个文章里面巨大的比较。过去的观点是什么？是说今天公司的领导决策都是集中在一个 leader 身上，但是现在已经不适用了。OK 好，那么这个题目的答案其实就刚好对应到什么？对应到刚刚那个定位地点重写。OK 好，那这个题目如果你选错的话，很有可能是什么？你在看题干的时候太快了，你没有注意到题干叙述的对象是什么？是 the former。换句话说，你可能就按着文章作者的态度去选那个什么作者建议未来应该要改进的东西，而不是按照题干的态度去选那个过去不好的地方。OK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如果你有定得到位，不应该会选错。如果你发现你考试定不到位，代表什么意思？文章里面出现长段比较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是很有可能会考的地方，下次请你注意。OK， 如果你今天定到位，但是却选错，代表什么意思？你没有去细看题干里面的内容，很多时候题干它其实会故意问什么？问旧的东西，问不好的东西。OK 所以这题事情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有错的话。好，那么下一题呢，你可以看到 Which of following best describe employee
behavior encouraged within learning organizations, as such organizations are described in the passage. OK 好，来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题干的第一个定位点在于什么？在于这个 learning organization。那你说，如果刚刚你没有定位到，或者是你花点时间才回想得到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刚刚在看文章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就是文章里面如果出现这种东西叫 quotation mark， 出现特别引号的时候，你要注意，它一定会是高频定位点。OK， 它一定会是考出来的地方。为什么？平常没事的时候，不需要去加引号去强调我讲的某个东西。当我要强调，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后面要根据这个点来开展去做叙述，所以它是关键的名词。好，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这个地方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言外之意，我才会特别用引号强调，就跟我们中文一样。OK 哦，更何况这个专有名词，好，这个概念性名词的后面还出现了同位语。好，概念性名词后面如果出现同位语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字他怕你不懂。等下考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公平，所以先让你知道这个字背后的意思。OK 哦，好，所以专有名词不用怕，好，专有名词不用怕，好，出现解释、出现特殊的强调的时候才需要注意。OK 哦，才需要注意，要慢慢读。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刚刚没有定到位的话，就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以后考试的时候看到什么专有名词后面带解释或者是 quotation mark 的时候，稍微读慢一点，把它留下印象。OK 哦，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这个 quotation mark 后面。好，往下定位你就找得到什么？在讲员工要做什么事情呢？大概来这一大段。好，在讲什么？员工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对不对 ？OK 哦，好，应该要互相分享，然后再来怎么样呢？应该要学习各种的能力。好，然后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持续的去尝试我们过去，好，去挑战过去主流的思维。注意这个 prevailing。prevailing 的意思等于什么？主流的 ，OK 哦。那挑战主流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就等于是创新啦 ，OK 哦。好，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刚刚选到 A 跟 B 跟 C 的话，代表说你根本没有去读出来刚刚那段态度。它的态度大概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开放，我们要分享 ，OK 哦。好，但是 A 跟 B 跟 C 都像是什么？都叫做保守、守旧，好，专心、专注这样子。OK 哦，好，这两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A、B、C 是比较保守封闭，但是题干里面要的就是什么？分享开放。好，那如果你今天遇到 do 跟 E 的时候，好，这 do 是比较多人会选出的混淆选项。好，能看到，既然我们刚刚题干里面要求是要开放、要自由，好，要放权，但为什么 do 选项最后告诉你说，还是要把你想出来的东西 submitting it to the corporate leader for approval？ 这样子的话，意思不就像是什么？像是还是有集权模式吗？所以相较起来的话，E 选项怎么样呢？好，更没有强调这种集权的叙述，它的态度更没有偏向负面，所以最后 do 跟 E 两个选项，答案选一。OK 好，好，来，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题。OK 好，下一题，好，第三题，好，这个题目的第三题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of the passage, corporate leaders of the future should do which or following？ OK 好，来。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会知道说，他在讲的是 leader 要做什么事情。那根据刚刚对文章里面的理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leader 基本上要什么？要自由，要开放，要鼓励大家怎么样呢？好，尝试各种东西，挑战各种旧的想法。OK 哦，好。所以你刚刚如果选到 B 或者选到 E 选项的话，代表一件事情怎么样？代表说今天你态度都没有读出来，这样子，好，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哦。读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每个出现的人，好，或者是新旧观点之间的态度，这样子 ，OK 哦，好。那如果你刚刚选到了 A 选项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你回去看定位的时候，好，你没有去思考什么叫 long term 跟 short term， 因为文章里面根本没有讲到长期跟短期之间的关系，OK 哦，连相近的概念都没有。好，来，那如果你刚刚选到的是 C 选项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文章里面根本没有讲到员工为什么要提升表现。注意这个 incentive，OK 哦，好，注意这个 incentive。学员媒体的混淆选项常会出的点就是什么？把文章里面讲述的事实、讲述的事件，去擅自的在选项里面去推说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可问题是，刚刚只有讲说员工的表现怎么样，却没有讲说员工心里是怎么想的。还有这叫什么？混淆选项怎么设计的？事实推想法。好，那当然最后你会发现说，do选项它其实概念是完全转换。总结句的概念就是什么？就是说，好，员工应该要持续学习新能力，并且提升他们自己的怎么样的技能，这样子。OK，然后你看到就直接完全复制一样的东西。好，这种
这种写法其实比较少见啦，就是说大部分的选项都有换句话说 ，OK 哦，好，但这题的4个选项，其他选项都有各自的错误，所以这一题怎么样呢？D选项是中规中矩这样子 ，OK 哦，好，简单来说，这一题如果你刚刚选到了 B 或 E 的话，代表你连态度都没有读出来，小心以后要练习怎么样去抓里面每一个段落的态度 ，OK 哦，正面还是负面，支持或反对，保守或开放 ，OK 哦。如果你刚选到 A 的话，你没有在想说这个 long 跟 short term，OK，以后就要注意，当题目里面当选项里面出现这种什么程度的差异的时候，注意回去文章去思考这个程度在文章里面有没有提到 ，OK 哦。好，当今天选项里面出想法的时候，你就要回去思考。文章里面是不是只有讲事实却没有表想法？因为这些点都是混淆选项设计的模式。OK 哦，好，来，接下来这篇不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最后的主旨题，OK，主旨题的地方，好，你可以注意到它是什么？作者一个人先对过去表负态度，怎么样呢？再去讲说，如果要改变模式的话，我会提出什么建议，然后最后再总结。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A 选项你如果选到的话，代表你态度读错了。endorse 这个字等于支持的意思，好，等于背书的意思。换句话说，它反而在背书什么旧观念。好，那如果你今天选到什么？如果你今天选到的是 B 选项的话，注意哦，文章的架构你没有分清楚。这篇文章后面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方法之后，后面并没有人来批评他。如果像 B 选项这样写的话，应该是作者讲了方法之后，有人来批评他，接下来作者再去怎么样呢？回应这些批评的人。OK 好，那如果 C 选项你选到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你没有看清楚文章里面有几个人出现。如果像志愿上这样讲的话，就是什么？应该是文章里面已经有2个别人的态度，作者加进去是去解释这2个人的态度，他是站在一个什么第三者的角度，然后怎么样呢？再去什么？再去解决他们2个的争议。换句话说，文章里面有3个立场，但是这篇文章只有2个立场，过去的想法跟作者。D 选项如果你选到，它代表什么意思？你不懂得 contrast 这个字的意思。OK 哦，它虽然文章里面虽然有表对比，可是当今天讲主旨是对比的时候，整篇文章应该是什么？2个东西的篇幅是差不多的。OK 哦，就是说同时强调2边，然后不断的把2边都提到拿来比较。可这篇文章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作者是倾向于谁身上？他自己提出的新方法身上，他并没有去做客观的2者比较，所以这时候D选项是不适合的，最后答案选1。OK 哦，好，他就刚好什么提出自己的一个新想法，然后怎么样来取代过去的什么传统大众观点。OK 哦，好，所以如果你刚刚选到了 A 选项。D选项的话，代表你态度还没有读得很仔细 ，OK 没有去抓那个态度。D选项基本上不会有偏向一边的态度 ，A 选项偏错边了。好，如果你刚刚选到 B 或 C 的话，代表说文章里面的架构跟立场，好的数量你还没有分清楚。选到 B 的话，代表说什么？你没有去想后面有没有别人的批评。选到 C 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呢？你把文章里面的人数搞错了，文章里面只有2组人，这样子 ，OK 哦，好，是这样的意思。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一题的讲解。好，这篇文章的讲解，好，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准备。再见。